之前的影片已經講解，相對原子質量是元素的各種同位素在碳12標度上的相對同位素質量的加權平均數，即一個碳12原子有12原子質量單位。根據碳12標度，一個鎂原子的質量與兩個碳12原子的質量相同，因此其相對原子質量為2×12等於24。在之前的影片中，從化學符號的左上角會顯示該元素的相對質量數。氯原子有兩個同位素，分別的質量數是35或37。只要把這兩種同位素的質量平均，得出氯原子原子質量的加權平均數為35.5。化合物含有多於一種以上的元素，該如何計算該化合物的質量？例如，水分子和氯化鈉，它的相對分子質量或相對式量簡寫為 R。稍後將討論這些不同術語之間的差異，並講解如何計算 R。例如水分子，它由氫和氧這兩種元素組成，氫的相對原子質量為1，而氧的相對原子質量是16。水分子包含有2粒氫原子，因此水分子中氫的總質量是1×2，而水分子只有1個氧原子，質量是16。將以上兩種元素的質量總和相加起來，得到水分子的相對分子質量是18。注意，相對分子質量是沒有單位，因此相對分子質量的定義是各原子的相對原子質量的總和。計算離子化合物的質量，稱之為分子是不合適，不可以用相對分子質量這個名稱，而適量這個名稱適用於任何物質，包括離子化合物、具簡單分子結構的元素和化合物及其巨型共價結構的化合物。例如，計算氯化鈉的適量，它的分子式是 NaCl，它包含一粒鈉原子，相對原子質量為23，及一粒氯原子，相對原子質量為35.5。因此，只需要把23加上35.5，得出適量為58.5。計算化合物中某一元素的質量百分比，例如嘗試計算硫酸中硫的質量百分比。首先找出各元素的相對原子質量，乘以該元素的原子數量，除以化合物的適量，然後再乘以100，轉換成百分比。因為硫的相對原子質量32，而硫酸中只有1個硫原子，因此將硫乘以1，再除以98。是硫酸化合物的適量，得出0.327，再乘以100，得出32.7%的答案。再次計算氦氣中氮的質量百分比，根據之前的百分比公式，由周期表找出各元素的相對原子質量，得出氮元素為14，氫元素為1，因此得出1×3，因為有3個氫原子，而氮原子的相對原子質量是14，加上3個氫原子的總質量，最後嘅摩數值是17，就可以得到14除以17，再乘以100，得出82.3。氦氣中氮的質量百分比是82.3%。謝謝觀看，希望大家喜歡，我們下次再見。